花开花落自有时，缘去缘来总有因。大家好，欢迎收听《翠花的秘密》。我儿子张瑞考上了清华，我高兴得恨不得拿个大喇叭四处宣传。我邀请了亲戚朋友，在饭店为他举办了一场热闹的升学宴。我拉着儿子一桌一桌的敬酒，让他记住这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敬到挨着门口那一桌时，一对衣着华丽的夫妻走了进来，男人穿着昂贵的西装，女人踩着高跟鞋，戴着墨镜。我还以为是哪家的亲戚，正要上前去迎接，没想到那女人走上来便狠狠地甩了我一巴掌。好你个人贩子，我总算找到你了！我被这猝不及防的巴掌扇懵了，捂着脸后退了2步。我拿着酒杯愣在原地，还没反应过来，便被儿子扶住。你们是谁？为什么要来我升学宴上捣乱？看着儿子递过来担忧的眼神，我连忙说自己没事。女人靠近儿子想拥抱他，被儿子一把推开。我可怜的儿子，我是妈妈呀，我们找了你10几年，我跟你爸心都要碎掉了。说罢，女人摘下墨镜抹了把眼泪，精致妆容也有些花了。保安呢？把这2个闹事的赶出去。儿子一边喊人，一边四处找冰块为我敷脸。我拉住儿子，安慰道：妈没事，你别着急，今天是你的升学宴，咱们要高高兴兴的。儿子朝我点点头，又提出要那女人跟我道歉，否则便报警。女人心痛地望着儿子，又恨恨地瞪了我一眼，似乎我真是十恶不赦的人贩子。大喜的日子，竟然有人来乱认亲，快报警！这是哪里来的疯女人？晦气！哎，说起来，张瑞确实是小慧捡来的孩子。席间传来亲戚们的各种声音。对，我的儿子张瑞是我捡的，养了18年。18年来没人来找过他，甚至网上也没有看到过一条关于他的寻人启事。早不认晚不认，怎么考上清华了就来认了呀？就是啊，早干什么去了？孩子死了你来奶了？看人家把儿子供上清华了，来摘果子的吧，还穿得人模狗样的，咋不干人事呢？亲戚们一人一句，似乎想要用唾沫星子把这夫妻俩淹死。没想到女人一脸从容，从奢侈品包包里掏出一份文件。他是谁儿子？亲子鉴定说了算，他是我10月怀胎生下来的，还能有假？亲子鉴定一出，众人讨论声小了些，都围上前来想看看真假。看见末尾肯定亲子关系的结论时，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如鼓点一般快而重。我压着紧张与不安，质问道：谁知道你这个什么鉴定是不是伪造的？你可以拿着鉴定去任何机构验真伪。女人手持文件，头昂得老高，对我翻了个白眼，而后又温柔地看向儿子，试图伸手将儿子拉到他身边。我如临大敌一般，把儿子护在身后，挺着胸膛挡在他面前。女人当即黑下脸，撇着嘴骂我：你这个贱女人，放开我儿子，想从我手里把儿子抢走，除非我死！女人气得直喘大气，也顾不得形象，像个泼妇一样想将我拉开。今天我就要把儿子带走，跟着你这个穷鬼儿子能有什么前途？他不回去继承他爸爸的公司，难道继承你那堆垃圾吗？我也不甘示弱，用尽全部力气将他推开。我儿子的前途关你屁事，赶紧滚！我跟他谁也不让谁，一边骂一边撕扯。他精致的妆容被我用衣服蹭花，我在理发店梳的发型也被他弄成了鸡窝头，甚至手上脸上都被他红色的指甲划出了10几道带血的印子。有人趁乱从身后一脚踢向我的膝盖，导致我半跪在女人面前，十分狼狈。女人则趁机抽出手连扇了我好几个耳光，我被扇得有些眩晕，
但仍旧猩红着双眼，像一头不服输的野兽一般，朝着女人嘶吼：“别挨我儿子！你这个疯子！够了，别闹了！”最后是儿子走到我们中间，强行将我们分开。他一面为我整理头发，一面对那夫妻俩说：“你们走吧，我只认我妈一个，不论夫妻俩如何哭诉。”儿子一次也没理过他们。我顾不上身上的痛，从地上爬起来，得意朝那个装花的跟鬼一样的女人哼了一声。儿子将带着一身伤的我送回了家，原本热热闹闹的升学宴也就此草草收场。回家后的几天，他总是待在房间不出门，我猜想他心里难受，便没去打扰。他的亲生父亲叫程建松，母亲叫刘琦，夫妻俩正是大名鼎鼎的安松食品的创始人。亲子鉴定是市中心医院出的，证明了张瑞的确是他们的亲生儿子。于是我在晚上吃饭时问了张瑞的看法：“别提他们，妈，我永远只认你一个人。”我将一个鸡腿夹到张瑞碗里：“再怎么，他们也是你的亲生父母啊，我们还是见个面谈谈吧。不过来见面，我怎么把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送出去呢？”养了张瑞18年，我一直尊重他的隐私，从不偷看他的日记和手机。但就在前2天，沙发缝里被午睡毯盖住的平板突然响了。我鬼使神差地拿起，打开了儿子一直登录在平板上的微信，C 市寻亲交流群发来一个全员的消息。我才知道，原来他在高一时就已经开始找自己的亲生父母了。我被一个备注为 Daddy 的好友的头像吸引，那正是穿着西装的程建松。我握着平板的手在颤抖。当时张瑞正在卫生间里洗澡，哗哗的流水声像锤子一样，一点点敲在我的心上。看完2个人的聊天记录，我几乎快要晕厥过去。我养母是个没家的，她把我看得比命还重要。要是你们明着跟她抢，她指不定会干出什么极端的事来。到时候他不配合迁户口就难搞了。他说的对，我的确将他看得比命还重，因为我也是个孤儿，是张奶奶将我捡来养大。20年前，我因为无法生育，被丈夫和婆婆赶出家门。最绝望的时候，我捡到了一个奄奄一息的婴儿，他给了我生的希望。即便他有先天性心脏病，治疗花费巨大，我也从没想过放弃他，但他却早已在富豪父母和贫穷的养母之间做出了选择。第2天，我一路跟着他进了程建松的别墅，亲耳听见我是做生命的儿子，通过贬低我来讨好另一个陌生女人。妈，您这次出气了吧？把他打成那样。他回家擦了好几天过期的紫药水，连诊所都舍不得去。不愧是我儿子，还是你聪明，要不是你把他带走了，我还怕他真的报警呢。我那一脚踢的可以吧？他跪下去像个乞丐一样，笑死我了。儿子爽朗的笑声传进耳朵里，我只感觉一阵凉意蔓延全身。程建松说，他的儿子绝不能有个捡垃圾的妈，所以他想用钱买断关系。张瑞却拒绝了。还没认亲，他已经开始帮着亲爸省钱了。他一个不会下蛋的母鸡，要不是捡到我，早就自杀了。再等几天，他心软得很，保准1分钱不要，主动将我送回来。要不是他，我也不至于跟你们分开这么久。最后一句，张瑞是咬牙切齿说出来的，似乎对我怨恨已久。刘琦松了一口气，温柔道：“你爸呀，早就想退休了，等你一毕业就接手公司。妈，您放心吧，我早就不想待在那个垃圾堆里了。妈，还是您吃吧。”我的思绪被拉了回来，眼前的张瑞将鸡腿放回了我碗里，嘴里嘟囔着我辛苦了，应该多吃点，脸上是藏不住的笑意。
我主动提出要约见他的亲生父母，正中他下怀。这是在为即将要回到富豪爸妈身边而开心吧？录取通知书寄来那天，程建松夫妇如期而至。刘琦走下豪车，捂着鼻子一脸嫌弃：“臭吗？这样的环境我待了快20年，被他们丢掉的。病恹恹的儿子也是被这堆垃圾供养长大的。”原本我想过将张瑞被丢弃的事告诉他，但现在想来没必要了。因为孩子有心脏病便将其抛弃的父母，迟早也会再次抛弃他。程建松理了理西装，招呼助理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叠钱：“这是1万块钱，还是感谢你将我儿养大。”刘琦踩着高跟鞋站得老远，捏着鼻子对我大声道：“这钱你拿着，以后可别上门来乱攀亲戚。”张瑞提着一箩筐废铁走出来，眼含泪花看着我：“他给100万我也不走。妈，求你别赶儿子走。”我将垃圾往张瑞脚下一甩，用脏污的手推开钱，从裤兜里掏出一张账单的复印件。1万块钱你打发叫花子呢？这是养大张瑞的账单，总计51万6500，算上通货膨胀，再给你抹个零，一口价60万，不议价。二维码在墙上。闻言，3个人都愣在原地。张瑞那虚假的泪水还挂在脸上，眼神却已经蒙上了一层怨毒。“你都知道了？”我反问他。“知道什么？”张瑞转了转眼珠，似乎并不确定我到底了解多少。刘琦却不耐烦地嚷嚷道：“脏死了！给他给他，不就是60万吗？多大点事？”我看向程建松，毕竟他才是能拍板的金主。“程总，60万买个清华学霸很划算吧？”张瑞脸色一抖，嘴巴微张，不可置信地望着我。我冷冷道：“你别大惊小怪的，垃圾回收还得给钱呢。程总是做生意的，总不能白嫖吧？”张瑞捏紧拳头，阴冷的脸色跟程建松如出一辙，被人像货物一样提上称论斤卖。大学霸的自尊心又碎了吧？自从他考上一中，他就不让我去学校开家长会。我知道他怕同学发现，他这位年级第1的风云人物的妈妈是个捡垃圾的。我答应了，也理解青春期的孩子那极强的自尊心，所以我尽可能的不出现，给他更多生活费，维护他那骄傲的自尊。程建松一直没说话，即便张瑞朝他点了点头，示意他给钱走人。我猜他在衡量眼前这个亲儿子到底值不值60万。对于身价1000万的程总来说，60万只是洒洒水而已，但越是有钱的人，越会斤斤计较，计算得失。最后他给了助理一个眼神，2分钟后，我的小蜜蜂响了。农商行收款50万元，因为微信单笔最大只能转50万，助理分2次将钱全部转给了我。拿到钱的我心生愉悦，甚至主动问道：“需要签个协议吗？”“不用，你要是不配合迁户口，我有的是办法让你在 C 城混不下去。”哟哟哟，好大的架子！几人临走前，我决定送张瑞最后一句忠告：“儿子，回了亲生父母身边要听话懂事，知道吗？你要主动帮你爸爸分忧，不然你弟弟就上了，哪还能轮到你呢？”刘琦听见这话，将高跟鞋跺得咚咚响。“你这个贱人，你挑拨离间什么？手心手背都是肉，我2个都疼。瑞瑞，你别听他狗叫，跟妈妈回家。”刘琦朝着我呸了一声，拉着张瑞上了豪车的后座。张瑞是个聪明的，有个弟弟，谁继承公司还不一定。他这一回去，程老板的家庭生活估计要精彩不少了。刚把白眼狼一家送走，一直忙碌的江医生终于回了微信。因为高3复习压力大，
张瑞曾说他有点心悸胸闷，我便咨询了他曾经的主治医生，担心他因为备考而病情复发，原本期待已久的消息。我此刻都懒得看了，别人的儿子生病关我什么事？关上回收站的门。我去步行街给自己买了几件新衣服，买完回到家，还没坐上沙发，张奶奶的孙女张群突然打来了电话。张群说张奶奶可能大限将至了，让我赶紧回去一趟，因为要照顾读高3的白眼狼。我已经1年没回过大苍山了。我辗转了3个多小时，赶到张奶奶家时，天已经大黑了。张群看见我，赶忙将我拉到张奶奶床前。医生说我奶年纪大了，恐怕就这2天的事了。张群红着眼睛，应该是才哭过。屋里还坐着一群女孩，低着头在抽泣。她们都是张奶奶带过的学生，收留的孩子，最小的才10岁。我握着张奶奶的手，她已经说不出话了。或许她已经认不出来我了，但她的手还是和从前一样温暖，她依旧是那样慈爱、温柔。第2天中午，张奶奶走了，孩子们哭得撕心裂肺，张群也趴在我的肩头哭到颤抖。张奶奶的儿女们料理了后事。我也在大苍山住了大半个月，期间张群还问我瑞瑞怎么没来。前段时间才参加完升学宴的他，还不知道张瑞已经是别人家的儿子了，而我只是打哈哈敷衍过去。回城的时候，我和张群故地重游，去看了我小时候读书的小学。哎，要是有个宿舍就好了，好多娃得走1个多小时来上学。奶奶收养的孩子，我家也有些住不下了。我将目光放到张群身上，他竟然穿得比我还破旧，剪着最短的短发。他大学一毕业就接替奶奶经营学校，一直到今天。我想起卡里还有卖白眼狼的60万块钱，要是用来修宿舍，不知道够不够。从前我舍不得吃穿，病了也不愿花钱去医院，就是为了给张瑞多留点钱，让他以后的日子过得轻松点。现在这白眼狼走了，但张奶奶收留的孩子们还嗷嗷待哺。我下意识想掏手机转钱给张群，想起山里没信号，打电话都得靠座机，又将手机按下，跟他商量，我们一起把奶奶的学校继续办下去。不行，瑞瑞还要上大学，你把钱给我了，他怎么办？我只好跟他坦白，张瑞已经回城家当少爷了。张群比我更善良，更柔软，他并没有指责张瑞的不是，谁不想过得好一点呢？人之常情。我点点头，看向操场的孩子们，他们也该过得好点。回程路上，手机终于有信号了，我才发现张瑞给我打了几10个电话，微信短信里一堆消息，从一开始的妈，最近还好吗？注意身体，再到妈，你接电话，迁户口的事要麻烦你，最后便是无尽的辱骂和威胁。贱人，拿了钱就跑是吧？赶紧回来给我迁户口，我给你3天时间，再不回来，信不信我把你的垃圾堆烧了？我赶到回收站，发现蓝色的卷帘门被烧成了黑色，周围弥漫着塑胶燃烧后刺鼻的臭味，久久不散。我没忍住笑出了声，一时间竟然分不清楚这孩子是真恨我还真爱我。刚当上少爷没几天，就想着给我送钱来了。我正愁缺钱给孩子们建宿舍，我报了警，警察还没来，张瑞又打来电话，语气不善：“贱人，你还没死呢，终于敢接电话了，再不配合，我爸会让你在 C 城活不下去。你等通知吧，把资料带好，最好一次性迁走。”我心想，反正他也是要来派出所的，干脆一起办完好了，早点迁走才好。再跟这白眼狼在一个户口上，我都嫌晦气。电话那头愣了几秒，
问道：“什么等通知？等谁通知？贱人，你又搞什么花样？当然是等警察通知。大学霸，到时候可别怂啊！”说完，我挂了电话。听着自己一把屎一把尿养大的孩子，就这样见人长见人短地骂我，我心里还是很不是滋味。不过转念一想，我虽然失去了一个白眼狼，但山里还有20多个可爱的孩子啊！既然他敢放火，我也没必要对他再心软。我请求警察同志严查，可回收站对面和门口的摄像头偏偏坏了。我心中了然，这监控坏的真是时候。起火原因早已经查明，是有人在回收站门口的老旧插线板上使用大功率电器导致的。火势还没发展起来，就被赶来的消防员扑灭。而打火警电话的人只是附近的一个流浪汉。我心里感叹，真是做得天衣无缝啊！不愧是考清华的人，他撇清了一切和他扯上关系的可能，但他忽略了人这个变量。一直来我这儿卖废品的流浪汉看见了几个头发染得五颜六色的小伙子，当天在回收站门口练歌。几人这会正在警局指认张瑞，委屈的不行。他说回收站没人住，可以随便玩大功率音响，他还给我们带路。我们哪知道会起火呀？我们就是排练歌曲而已。结果起火后，这几人吓得四处奔逃，得亏流浪汉及时报了警。张瑞坚决否认，我只是给他们指路，可从来没有故意指使他们，没有证据，我可以告他们污蔑。同志，你看，他给我发了威胁短信。回收站门口的插线板老旧，只有他知道，他是我的养子，对环境最熟悉。因为我没有配合他迁户口，他这是打击报复。我把短信拿给警察看，一字一句，有条有理。张瑞脸色瞬间黑了下来，身体下意识地往后退。今天他的好爸妈竟然没跟着来，看来这事他是私下干的。警察叔叔，我没有，是他们血口喷人。那短信怎么回事？你解释一下。警察同志不仅明辨是非，审讯效率也极高。你到底有没有刻意引导？我们查得出来。现在问你是在给你机会坦白，不想坐牢就想清楚了再说话。几番询问之下，张瑞的防线被突破。他毕竟只是个高中生，面对威严专业的警察，很快就承认了他有引导的嫌疑。恶意纵火是重罪，故意引导他人造成火灾，这罪名也不小。这次看来可以狠狠敲诈他一笔了。既然是一家人，你们先协商，协商不成就起诉。同志，马上就不是一家人了。他今天也是来迁户口的，资料带齐了吗？你不是着急迁户口吗？先迁走。我晃了晃手中的户口本，肆无忌惮地挑衅张瑞：“不，我不急。妈，你别这样，我跟你道歉，我们私了，私了行不行？”看张瑞慌成这样子，我更加肯定这件事程建松夫妇并不知道。这心心念念的乖儿子才接走半个月，怎么就不关注了呢？私了，得看你有没有诚意。我伸出手指，比了个2，还转身问警察：“同志，我这不算敲诈吧？只要他愿意给，你们算正常协商。”一向阴沉狂妄的大学霸此刻都快要哭了。张瑞支支吾吾地跟我说他没那么多钱。妈，你非要把儿子逼上绝路吗？张瑞怔怔地盯着我，一脸的哀怨，试图从我脸上找到一丝心疼。别，我一个捡垃圾的，哪配得上你一声妈呀？赶紧的吧，户口迁了，钱拿来，忙着回家捡垃圾呢。张瑞不死心，还想继续跟我打感情牌。那个小畜生天天在家闹，想将我赶走，没门！我只能早点把户口迁过去，才能留下来呀。妈，连你也要这么绝情吗？呵，原来这豪门少爷也不好当嘛。
程家小儿子原本一个人独享家业，现在莫名其妙钻出来个老大，想跟他争公司，他不闹才怪呢。看来程建松夫妻还是更疼自己带大的幺儿，这才会让张瑞缺乏安全感，着急迁户口，情急之下犯了错。你要是没钱的话，我给你爸爸打个电话吧。程家家大业大，这点钱算什么？我假装拿手机，张瑞3步并作2步，走上前阻止我。我给他轻叹一声，这2个字几乎是从牙缝里蹦出来的。拿到钱，我非常配合地带着张瑞将户口迁走。单薄的户口本上，从此就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字了。我心中有一瞬间的悲凉。18年的时间，养了个咬人的饿狼。迁完户口的张瑞连看也没看我一眼，就甩手离开了。我转头便找警察同志要了一份立案回执，不知道这份回执将来出现在清华大学的邮箱里，他还能不能走进清华的校园呢？我将立案回执拍照，还有他侮辱谩骂我的短信整理成文件，以张瑞养母的名义实名发到了清华大学监督投诉的官方邮箱里。我不确定这样做会不会让他被学校除名，但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这段时间以来，我始终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会让我养大的孩子这样厌恶我、怨恨我，甚至报复我。即便我没有给他富裕的生活条件，但我问心无愧。在养育张瑞这件事上，我一直尽我所能的给他更多。在大苍山和孩子们相处的那段时间，我想通了，有些人生来就是势利的、冷漠的，为利益可以不择手段。大苍山的孩子们会因为我给他们一袋小零食，就对我不停地道谢。我们才相处几天，我走时，好几个孩子都抹着泪舍不得我。想到这儿，我将手里的80万全部打到张群的卡上，下一秒，他的电话就打了过来。慧姐，你这是干什么？我就是再难，我也不能要你的积蓄啊。我打趣道，怎么，我想给孩子们建宿舍，你也不允许吗？就许你为学校奉献，不允许我捐款呢。改天我还要回来的，孩子们要是没住上新宿舍，我拿你试问。电话那头沉默了一阵，随后传来阵阵低声的啜泣。我赶忙安慰张群，现在还不是哭的时候，现在是忙的时候，这段时间我们先把施工队找好，等夏天一过就得抓紧建。张群平静下来，跟我说起孩子们，听说你很喜欢向日葵，孩子们用折纸做了一颗大向日葵给你。我心中一阵酸涩，眼眶有些湿润。我只是随口一说，那些孩子竟然记住了。他们没有昂贵的礼物，也没有奇技淫巧，只有一颗真诚的心。我在心中暗自发誓，只要我还能动，我就要赚钱给孩子们，给他们买新衣服、买新文具，把学校建得更宽敞、更漂亮。户口迁走后，程建松在5星级酒店举行了热闹的认亲仪式。我在新闻里看见张瑞站在夫妻俩身边，笑得灿烂而得意。之前经常出现在新闻照片里的，一直都是程家的小少爷，这次竟然只有张瑞一个人。看来他已经把夫妻俩都哄好了。刘琦望向张瑞的眼神里，那种母亲天然的慈爱是装不出来的。合上手机，我继续整理着流浪汉刚送来的一堆废品。时间一天天过去，少了张瑞，我发现我的日子也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我从一个孩子的母亲变成了很多孩子的母亲。因为每天又忙碌又充实，我几乎快要忘记那封举报信了。再次打开电脑翻看邮箱时，发现清华大学已经在1周前回复我，回复的内容是他们会尽快核实情况，感谢我的举报。临近9月份，我又回了一趟大苍山，抱着这堆用草稿纸做成的向日葵，
我眼睛一酸，突然就很想哭。孩子们看我哭了，都凑过来道歉，以为我是不喜欢这个礼物。我赶忙解释，阿姨喜欢，阿姨非常喜欢这件礼物，也很喜欢你们。山里与世无争，花香鸟鸣。如果不是为了多赚钱，给孩子们改善条件，我真想一直待在这里。张群，还是你聪明，我怎么早没发现这山里这么好？哎呀，慧姐，你现在发现也不晚吗？我们对视一眼，瞬间哈哈大笑起来。等我再次回到城里，才知道张瑞被清华大学拒收了。我在官网看见了关于张瑞的处罚，原来并不是因为我一个人的举报，官方的通知里写的是多人举报张瑞品行不端，涉及对同学精神霸凌，被霸凌者多次实名举报，加上我这边又举报了张瑞恶意引导他人纵火的报复行为，学校经过多方讨论，最终决定撤回录取通知书，拒收张瑞。我正看通知看得入神，微信又突然响了起来。张瑞妈妈，怎么还没带孩子来检查？这都1个多月了，他还有心悸这些症状吗？他的病情极有可能复发，我建议立刻过来复诊。是江医生，上次我问了张瑞的病情，因为太生气了，我甚至没看他的回答。现在翻开聊天记录，才发现1个多月前他便指出这个症状极有可能是旧病复发。我礼貌地回复了江医生，谢谢您江医生。孩子回到亲生父母身边去了，我相信他们会照顾好他的。张瑞顶着清华学霸的名头时，程建松肯定会疼爱他，但现在他已经被清华拒收了，那可就不一定了。商人唯利是图，程建松也不例外。这话刚说完，还没2天，刘琦拿着程建松的手机打给我：“贱人，瑞瑞有心脏病，你怎么不早说？他现在进医院了，你高兴了，你得意了，别装了。你们不就是因为他有心脏病才丢掉他的吗？”我只觉得刘琦又好笑又虚伪。我捡到张瑞时，他脸色发紫，小小的一个身体，奄奄一息，连哭声都很微弱。你胡说什么？瑞瑞明明是被人偷偷抱走的，你休想挑拨我们母子关系，说不定就是你抱走的，你自己生不出来，才偷别人的孩子。呵呵，谁会偷一个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呢？钱多了烧得慌吗？我毫不留情地戳穿刘琦的面具，不等他说话就挂断电话。没过一会儿，刘琦又用不同的号码打给我：“你为什么非要举报他？你就这么恨他吗？虎毒不食子，你简直是个没人性的毒妇！如果你是来说这个的，那我没空。等等，你把瑞瑞的主治医生联系方式给我。”刘琦的语气带着心虚和不自信。有些人就是这样，自己冷漠绝情，就以为别人也一样。我把江医生的医院和手机号都发给了他。我就是再恨，也不至于故意去伤害一条命。只不过张瑞从此是死是活，也与我无关了。这边张瑞还在医院，转头新闻里程建松就带着16岁的小儿子视察公司。之前程家小少爷经常因为飙车上新闻，这段时间倒是穿西装打领带的。要是张瑞看见这些，心脏病怕是好不了了吧？听江医生说，张瑞转院去了他们医院，主治医生还是他。张瑞做手术和后期治疗都是江医生负责的，他是最了解张瑞病情的。张瑞住院治疗后，原本病情已经稳定了，但他在手机上看见自己生病时，亲爹却带着小儿子去公司的新闻后，又晕倒了。经过抢救，张瑞还是醒过来了。一醒来就质问刘琦：“你们什么意思？我刚进医院，你们就把公司交给他了是吗？你是我亲妈吗？他是我亲爸吗？你们还是个人吗？
刘琦一边哭一边安慰张瑞，跟他解释只是弟弟玩闹，非得跟着去，这种拙劣的借口，恐怕小孩子都不会信吧？那我爸呢？他为什么不来看我？他为什么带着那个小畜生去公司？你说呀！面对张瑞的歇斯底里，刘琦只能软下心来安慰：乖儿子，别生气了，你身体刚稳定，等你病好了，你爸也会带你去公司的。你乖，听妈妈的，妈跟你保证，去清华举报我，有那小畜生一份功劳吧？刘琦坚决否认，可能在他看来，他的小儿子绝不会做出这种事。你为什么总是偏心他？他花钱去调查我，你不知道吗？你弟弟不是那种人。瑞瑞，你先好好养身体，妈求你了。得到亲妈的否定之后，张瑞一连半个月都没说话。刚开始，刘琦还会耐着性子哄孩子，到后来干脆连人都不出现了，请了个护工和保姆在医院陪床。张瑞整日在医院大闹：张瑞妈妈，这孩子咋变成这样了呀？哎，他以前多乖多听话呀。江医生忍不住跟我吐槽，我只是回了个不太清楚。你方便的话，过来看看这孩子吧，怪可怜的。不必了，江医生，我已经不是他妈妈了。江医生回了个叹气的表情，之后也不再跟我提起张瑞的情况。我早说过，因为心脏病而抛弃他的父母，迟早也会再抛弃他一次。可张瑞费尽心力想要回归富豪家庭，又如何肯善罢甘休呢？所以后来在新闻里看见张瑞挟持了程家小儿子时，我一点也不惊讶。张瑞被程建松夫妻冷落后，程家小儿子上医院来挑衅，小少爷应该是知道他有心脏病，所以故意刺激他，让他病情加重。被公布的监控视频里显示，小少爷的做法是对的。张瑞被刺激后蜷缩在床上痛苦地呻吟，小少爷走进病床，或许是想看这个讨厌哥哥的笑话，没想到张瑞突然扯下手中输液的塑料管，反手勒住小少爷的脖子，他脸色惨白，大吼着要赶来的护士联系程建松夫妇。夫妻俩赶来时，小儿子已经被勒得面色发色，眼球凸起。刘琦当场就崩溃大哭，一个劲地求张瑞放过他弟弟。程建松却阴沉着脸，眼神锋利的像要杀人一般。张瑞死死地握着输液管，质问自己找了这么多年的亲生父母：你们是不是从来没有真正接纳过我？是不是？他几乎要将所有压抑的情绪都通过怒吼发泄出来。刘琦一边否认，一边试图安慰张瑞，可程建松始终不发一言。亲生父亲的沉默激怒了已经近乎失去的理智的张瑞，他收紧了输液管，小儿子被勒得直翻白眼，张瑞却突然哈哈大笑起来，那瘆人的笑声回荡在单人病房里。要是他死了，你们就只有我一个儿子了，哈哈哈哈哈哈！爸妈，你们说是吗？张瑞狰狞着面容，如恶魔一般盯着小少爷。程建松终于开口：瑞瑞，我说过，你会是公司的继承人，爸爸跟你保证，你要是想要公司，我们现在就去公证。爸早就想退休了，爸累了，你愿意帮帮爸爸吗？乖儿子。张瑞听到自己最在乎的公司，眼神有些游离，手也逐渐放松。刘琦趁张瑞放松之际，冲上前去将他扑倒在地上，身后的医护人员也快速上前，对已经有些昏迷的小少爷进行了急救。程建松走近张瑞，他穿着锃亮的黑色皮鞋，狠狠一脚踹在张瑞的胸口上：小畜生，老子当年能丢你一次，现在一样能弄死你。也许是这句话太过沉重，又或许是程建松那一脚力气太大，张瑞当场晕死了过去。抢救了3次，最后还是死在了手术台上。
这则新闻在热搜上挂了整整1个星期。我从大苍山回来看见时，张瑞已经被火化，刘琦竟然还有脸打电话让我去参加葬礼，被我拒绝了。18年前，他被自己亲生父母杀过一次，没想到18年后，这孩子还是死在你们手上，这是他的命，我只救得了他一次。电话那头的刘琦早已经哭得撕心裂肺，连话也说不出来。或许刘琦是爱自己的大儿子的，但也只是在张瑞生病时去看看，在他死后，在所有人面前痛哭一场，仅此而已。张瑞的死跟程建松脱不了干系，他涉嫌故意伤害，过失致人死亡被拘留。盛极一时的安松食品也因此开始走下坡路，而大苍山小学的新宿舍正在一层层的往上盖。冬天的第1场雪落下之前，宿舍楼房终于竣工。我和张群带着孩子们一起在新宿舍门前合影留念，纪念这个新家的建成，也满怀对新生活的期待。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过去终将会过去，但故事已然成故事。您的点赞和订阅就是我更新的动力，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